NASA 科学家近期发出预警，到2030年代中期，月球的一个特殊运转规律将迎来最强影响期，它会让本就因气候变化而上升的海平面催生出比以往猛烈数倍的洪水，吞噬沿海城市，冲毁生态家园。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指向一个名字听起来很温和的现象——月焦点周期。与太阳类似，月球是地球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存在，它对地球有着巨大影响。您或许早已听说，月球的周期会影响野生动物，改变气候，并引发潮汐。我们往往会认为，地月之间的引力作用使二者以相对稳定、同步的和谐状态相互环绕。但正如许多自然现象一样，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事实上，每18.6年，月球轨道会发生一次细微的周转，它与地球、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会发生偏移，这会让涨潮变得更高，将我们推向危险的洪水警戒线。不过，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种细微周转究竟是什么。它被称为月焦点周期，也称月球焦点进动。这个复杂的术语指向月球绕地轨道的一个特定特征。您或许知道，月球每 29.5 天绕地球1周。月球，地球的天然卫星，轨道半径约为3。但月球的轨道并非平面，更准确地说，月球轨道平面与黄道面之间存在5度的夹角。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月球会略高于黄道面，而在另外半个月，它则会降至黄道面以下。这意味着存在2个交汇点，即升焦点与降焦点，它们标记着月球从黄道面一侧跨越到另一侧的位置。而在18.6年的周期内，这2个焦点会缓慢地绕地球完成一次完整周转。正是这些焦点引发了问题。要理解其中缘由，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潮汐的相关知识。您或许已经知道，月球的引力会将地球的海水向其自身方向拉扯，导致地球朝向月球一侧的海平面隆起，形成我们所说的涨潮。您可能也了解，地球背向月球的一侧同样会出现涨潮。这第2次涨潮并非由引力直接引起，而是由离心力导致的地月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使二者如同2名手牵手在舞池里旋转的舞者。尽管主要是月球在运动，但地球也会随之轻微摆动。地球后方的海水因这种剧烈旋转而有被甩向太空的趋势，进而形成第2次涨潮，只是幅度相对较小。太阳的质量更大，若距离地球更近，其引力拉扯作用会更强，但由于太阳与地球的距离较远，它对潮汐的影响仅为月球的1/3。当月球与太阳呈直线排列时，会出现格外大的潮汐，我们称之为朔望潮。这种现象每年会发生6至8次。当二者未呈直线排列时，它们的引力会部分相互抵消，形成幅度较小的小潮。现在，我们来思考月焦点对这场潮汐引力拉锯战的影响。在朔望潮期间，太阳与月球的引力协同作用，引发最高的潮水，同时也带来最大的洪水风险。而太阳与月球只有在焦点位置时，才会呈现出最完美的直线排列状态。在每个 9.3 年的阶段中，除焦点时刻外，二者的引力方向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潮汐幅度相对温和。但一旦处于焦点位置，情况就会变得严峻，洪水风险也随之达到峰值。上一次这种排列发生在2015年9月，当时英国和美国都向民众发布了重大洪水预警。9月当月确实出现了洪水，但规模较小，直到几个月后，强降雨与月焦点的引力作用叠加，才造成了真正的破坏。2015年10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导致财产损失，部分民众需由应急部门救援。同年12月底，英国遭遇了1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水之一。叠加德斯蒙德风暴的威力，洪水与风暴造成的损失估计达13亿英镑。这些洪水的破坏力固然巨大，但这一现象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 NASA 会对21世纪30年代中期即将到来的焦点排列感到担忧。除了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洪水风险周期外，还有一个额外因素在起作用。不幸的是，下一次月焦点与太阳的排列可能会带来格外严重的破坏。危险之处在于，这一现象将与一个本已不堪重负的系统叠加，而且这个系统比2015年时更加脆弱。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持续上升，
当21世纪30年代中期下一次月焦点与太阳排列时，地球的洪水灾害很可能会急剧增加。令人担忧的是，由 NASA 海平面变化科学团队主导的一项新研究预测，当这一现象发生时，美国几乎所有本土海岸线、夏威夷以及关岛的洪水次数都将大幅增加。部分预测显示，此次月焦点排列可能导致10年间的洪水次数增至此前的4倍，这将破坏全球各地的基础设施，并改变海岸线形态。这意味着人类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住所、清洁水源、电力供应都会遭受冲击，同时甲型肝炎、霍乱等水传播疾病的爆发风险也会上升。此外，退去的洪水会形成积水坑，成为蚊虫滋生的温床，进而传播疟疾等其他疾病。这还会引发连锁性的经济问题，这些自然灾害会使沿海地区的生活成本飙升，房屋保险费用上涨，甚至可能无法购买到保险，最终导致社区资产价值下降。因此，月焦点周期将损害沿海社区的生活质量，当地的基础设施或许无法重建，也难以适应这种自然力量的冲击。受影响的并非只有人类。罗格斯大学客座教授伊利亚·罗克林分析指出，月球晃动达到峰值时会淹没盐沼。盐沼是多种生物的栖息地，洪水会导致这些生物死亡，进而影响依赖无脊椎动物生存的鱼类、海鸟等其他物种。而依赖盐沼的远不止这些生物，盐沼孕育着丰富的海洋生物，其中包括 75% 的渔业物种。这意味着月球晃动会扰乱人类与动物的食物链，破坏它们的自然栖息地，并影响其种群数量。尽管情况看似一片暗淡，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都会受到洪水与高潮汐的负面影响。麦考瑞大学的生态学家尼尔·圣蒂兰分析发现，月焦点周期对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红树林冠层覆盖度的扩张与收缩有着显著影响。研究显示，月焦点周期的峰值与红树林冠层覆盖度成正相关。当月球晃动处于最小相位时，红树林生态系统会变得异常干旱，导致冠层覆盖度降低；而当月球晃动处于最大相位时，红树林的生长则会加速。红树林冠层对地球环境益处良多，作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能对抗气候变化，保护野生动物，并为海岸线提供屏障。此外，同等面积的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是热带雨林的4倍。红树林的生长对地球的生态福祉至关重要，因此，月焦点周期带来的并非全是负面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不提前规划，沿海城市与生态环境将面临严峻危机。那么关键问题来了，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应对？第一种方法是加强防护。正如前文所述，保护和恢复红树林可作为抵御洪水的屏障，降低沿海社区的脆弱性。更具体地说，红树林能通过减小海浪的高度与能量来避免灾害损失。当海浪穿过红树林时，其地上根系与枝干会削弱浪高，使海浪能量降低，最终阻止海浪冲上海床并吞噬沉积物。红树林的根系与枝干还能减弱风力，防止海浪重新形成。有报告显示，茂密的红树林只需让海浪穿过100米的范围，就能使浪高减半。相比之下，在根系与枝干较为稀疏的开阔林地中，海浪需要穿过500米才能达到浪高减半的效果。因此，保护和重新种植红树林或具备类似功能的植物，能成为抵御未来洪水的重要屏障。第二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学会在洪水频发的环境中生存，与自然共存而非对抗。以荷兰的防洪设施为例，荷兰1/3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另有1/3面临洪水风险。该国建造了雨水共生，可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基础设施，其中典型代表便是围田。围田是从水域中开垦出的低于海平面的土地，通常被堤坝完全或部分环绕，以阻挡来自海洋或河流的洪水。这些围田配备了排水运河与水泵网络，通过排出多余水分并将水送回海洋或河流来控制水位，防止洪水漫过陆地。围田可用于保护房屋、农场与工厂，因此在荷兰得到了广泛应用。此外，荷兰还修建了水坝，并利用沙丘在这片多沼泽的土地上为民众打造了干爽的生存空间。这一案例表明，人类完全有能力观察自然规律，并与之和谐共处。
因此，坏消息是，在空灵美感的背后，月球隐藏着一种力量，一旦与其他因素叠加，便可能吞噬人类的沿海聚居地。但好消息是，知识本身也是一种力量。通过认清我们面临的困境，我们既能从已有的方案中寻找灵感，也能探索尚未被发现的解决路径。若想挺过即将到来的挑战，我们必须立刻发挥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与行动力，去适应、去生存，与地球共生，而非与之对抗。